在成为你自己中，本质的认识是指对个体自身本质的深入理解和认知。艾伦·瓦茨认为，我们往往倾向于通过外在的身份、社会角色和期望来定义自己，而这种定义往往限制了我们的内在成长和自由发展。本质的认识意味着超越表面的标签和社会认同，探索并理解我们内在的真实自我。这需要我们深入思考、自我反省和内省，去观察和体察自己内心深处的感受、动机和价值观。通过本质的认识，我们可以逐渐剥离外在的期望和他人的评价，从而摆脱对外界的束缚。这使得我们能够与自己建立更真实、更深刻的连接，并找到与自己内心的共鸣和契合的生活方式。本质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发现自己独特的才能、激情和目标。当我们了解自己的本质时，我们能够更好地明确自己的兴趣和目标，并在追求这些兴趣和目标的过程中获得更大的满足感和成就感。此外，本质的认识还帮助我们建立真实的人际关系。当我们真实地展现自己的本质时，我们能够与他人建立更深入、更真诚的连接。我们不再试图去迎合他人的期望，而是能够在关系中保持真实的自我，并与那些真正理解和接纳我们的人建立更为有意义的联系。总而言之，本质的认识是通过深入思考和理解自己的内在，超越表象和社会期望，找到与自己内心相契合的存在方式。这种认识帮助我们摆脱外在的束缚，找到真实自我的自由和满足，并在与他人和世界的互动中建立更为有意义的关系。在成为你自己中，当下的重要性是指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经验和此刻的存在上的价值和意义。艾伦·瓦茨认为，真正的自我实现和内心的满足来自于对现在时刻的全身心投入。当下的重要性意味着与过去和未来的思绪和担忧断开，专注于当前的瞬间。我们往往被过去的回忆和未来的期待所困扰，而忽略了此刻的存在和体验。瓦茨认为，这种心理状态导致内心的不安和不满。通过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的经验上，我们能够真正体验到生命的丰富和美好。每个瞬间都是独特且珍贵的，而只有在当下的存在中，我们才能感受到真实的喜悦、平静和存在的意义。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当前的经验时，我们能够更加细致地观察和体察周围的事物或人，以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和想法。我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体验生活的美妙，不再被过去的遗憾或未来的焦虑所困扰。此外，当下的重要性还与内心的安宁和平静有关。瓦茨认为，过去和未来的思绪往往会带来内心的不安和不满，然而，只有在当下的存在中，我们才能真正获得内心的平静和安宁。通过培养对当下的关注和专注，我们能够逐渐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担忧，活在当下的片刻中。这种心态帮助我们减少内心的焦虑和压力，培养内在的和谐和满足。总而言之，当下的重要性是将注意力集中在当前的经验和此刻的存在上的重要价值。通过在当下的存在中寻找乐趣和意义，我们能够真正体验到生命的丰富和美好，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在成为你自己中，身心的统一是指我们思想、情感和身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相互影响。艾伦·瓦茨认为，我们往往将自身切割成不同的部分，导致内心的冲突和不和谐。
身心的统一旨在整合这些方面，以实现内心的和谐和真实性。身心的统一意味着将思想、情感和身体融合为一个整体，使它们相互支持和协调。瓦茨认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往往被过去的经验、社会期望和自我评价所影响，导致我们与自己内在的冲突。这种冲突可以通过将思想与行动、内在与外在统一起来解决。当我们实现身心的统一时，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需求。我们不再将思想和情感分隔开来，而是允许它们自由地流动和表达。这样，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与他人交流，并建立更为深入的人际关系。身心的统一也涉及到我们对身体的关注和照顾。瓦茨认为，我们的身体是我们与世界相互作用的媒介，它与我们的情感和思想密切相连。通过意识到身体的感受和需要，我们能够更好地照顾自己的身体，并通过身体的舒适和健康来支持内心的和谐。身心的统一还与我们与自然和整个宇宙的联系有关。瓦茨强调了我们与自然界的紧密联系，认为我们是宇宙的表达和一部分。当我们意识到自己与自然的联系时，我们能够更加谦虚和敬畏地对待自然，并与之保持和谐的关系。通过身心的统一，我们能够实现内心的和谐和真实性。我们能够在思想、情感和身体的整合中找到内心的平衡和满足，使自己成为一个更加真实和完整的个体。总的来说，身心的统一是指思想、情感和身体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整合。通过实现身心的统一，我们能够解决内心的冲突和不和谐，建立更为真实和完整的自我，并与他人、自然以及宇宙保持和谐的关系。在成为你自己中，生命的无常是指生命的变化和不确定性。艾伦·瓦茨认为，我们往往试图通过控制和计划来消除不确定性，但这种尝试只会增加我们的焦虑和困扰。他鼓励我们接受生命的无常性，并学会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平静和智慧。生命的无常意味着一切都在不断变化，无法预测和掌控。无论是个人生活还是整个世界，都存在着不可预测的变化和挑战。我们经历着各种变故、失去和改变，而这些变化常常带来焦虑、恐惧和不安。瓦茨提醒我们，试图对生命的无常性做出强大反应是徒劳的。相反，他鼓励我们接受这种不确定性，并学会与之共存。他认为，接受生命的无常性是获得内心平静和智慧的关键。通过接受生命的无常性，我们能够放下对过去的执着和对未来的焦虑。我们不再试图通过控制和计划来消除不确定性，而是学会在变化中保持平静和灵活。这种接受让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和变化，而不被其所困扰。生命的无常性也提醒我们珍惜和感恩当前的经验和人际关系。由于一切都是无常的，我们意识到任何事物都可能随时消失或改变。这种认识鼓励我们更加深入地体验和珍惜当前的时刻，与他人建立更为真实和有意义的关系。此外，生命的无常性也鼓励我们超越个人利益和欲望，关注更广阔的人类和宇宙层面。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宇宙的一部分，与其他生命和自然界相互依存。这种意识激发了我们对共同体和整体的关怀和责任感。总的来说，
生命的无常性是指生命中的变化和不确定性。通过接受这种无常性，我们能够放下焦虑和恐惧，获得内心的平静和智慧。我们能够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珍惜当前的时刻，并超越个人利益，关注更广阔的人类和宇宙层面。在成为你自己中，真实的自由是指摆脱社会和内心束缚，追求内在真实性和自由的状态。艾伦·瓦茨认为，真正的自由不是外在权利或无拘束的行为，而是在内心中找到真实自我，并以此为基础去生活。真实的自由意味着超越外界的期望和规范，勇敢地追求自己内心的真实。我们常常被社会角色、文化价值观和他人的期待所束缚，导致内心的不自由和不满。真实的自由要求我们勇敢地面对这些束缚，并敢于展现真实的自己。真实的自由也涉及到对自己内心的探索和接纳。我们需要勇敢地直面自己的情感、欲望和弱点，而不是逃避或掩饰它们。通过接纳自己的内在真实性，我们能够与自己建立更为深入的连接，并找到内心的平衡和满足。真实的自由还意味着摆脱对外界评价和批判的依赖，从而独立地决定自己的行动和生活方式。我们不再迎合他人的期望，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内心的真实选择。这种自由使我们能够生活在与自己内心一致的方式中，获得更为真实和满足的生活。此外，真实的自由也涉及到对他人的尊重和接纳。当我们自由地展现自己的真实性时，我们也能够容纳他人的不同和独特之处。我们不再试图去改变他人，而是尊重他们的真实自我，并与他们建立更为真实和有意义的关系。总而言之，真实的自由是指摆脱社会和内心束缚，勇敢追求内在真实性和自由的状态。它要求我们超越外界的期望和规范，勇敢面对自己内心的真实，并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内心选择行动。真实的自由使我们能够与自己建立深入的连接，与他人建立真实和有意义的关系，并获得内心的平衡和满足。